你会喜欢上谁，在你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不是星座，不是命运，是神经科学。你喜欢过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外表完全不同，个性也不一样，但有一种感觉你应该认得，那个让你等讯息等到睡不着的，那个你明明知道不太对，但就是放不下的，还有那个让你又渴望靠近又隐隐不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一直都长得差不多？那不是你的品味，不是你的缘分，而是你的大脑在非常非常早期就已经学会辨认的一种熟悉感。今天我们要去找到那个设定是怎么来的，以及你能不能在下一次早一步认出它。你以为是你在选择喜欢谁，其实是大脑早就帮你选好了。我们先来谈一个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一见钟情。第一次见到某个人，场合很普通，可能是朋友聚会，可能是某个不起眼的下午，就是突然觉得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你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某个频率对上了。心理学家亚瑟·艾伦 （Arthur Aaron） 的研究发现，人类在初次见面极短的时间内，有时甚至不到几分钟，就能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连接感。但有趣的是，这个连接感的触发跟对方本身的条件关系不大，它更多反映的是你自己内在的某个状态跟对方身上某个特质之间的匹配程度。换句话说，你感觉到的那个对频，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做一件事，辨认熟悉感。研究发现，比起你们个性合不合或有没有共同兴趣，有一个因素对你最终会选择靠近哪种人影响力更大，那就是你从小发展出来的依附模式。心理学把这套模式叫做依附风格 （attachment style）。这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来的？我们马上来看。其实问题不是那个吸引力是不是真的，那个心跳加速是真的，觉得这个人特别也是真的。但今天我们要问的不是那个感觉存不存在，而是它为什么偏偏在这个人身上发生。那个偏偏的背后，有一套比你的意识更早运作的程式。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拆解这套程式的运作模式。你会喜欢上谁，在你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这要从一个心理学上非常重要的理论说起，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它是由英国精神科医师约翰·鲍比 （John Bowlby） 在1960年代提出的，后来由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斯 （Mary Ainsworth） 透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依附理论在说的是一件非常根本的事：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完全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人在他害怕的时候出现，在他哭泣的时候回应，在他伸出手的时候接住他。这个人通常是主要照顾者，也就是我们说的父母或养育者。而婴儿的大脑从一出生就在做一件事：观察。他在观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被婴儿的神经系统默默记录下来，不是用语言，不是用记忆，是用一种更底层的东西对关系的预设。被照顾者稳定回应的孩子，大脑学到的是：我需要人的时候，人会来，这关系是安全的。被照顾者忽冷忽热的孩子，他的大脑学到的是：我必须一直确认你还在，否则你可能消失。被照顾者习惯性缺席的孩子，他的大脑学到的是：靠近别人可能会失望，不如靠自己。
这3种学习就是3种依附风格的雏形。心理学把这3种模式分别叫做： 1. 安全型，我可以靠近你，也可以自己待着，2个状态我都 OK。 2. 焦虑型，我需要不停确认你还在，不然我会很不安。 3. 回避型，靠太近让我不舒服，我习惯保持距离。这3种风格没有哪一种比较高级，也没有哪一种比较有问题，它们只是不同的应对方式。在你还没有选择能力的年纪，你的神经系统就替你做的选择。它是你的神经系统在很小的时候，为了在那个环境里生存下去，发展出来的一套应对策略。而这套策略会跟随你长大，进入青春期，进入第一段感情，进入每一段你以为是新开始的关系，它都在。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看过它。好，现在我们知道依附风格是怎么来的了，但这跟你现在喜欢上谁有什么关系？关系很直接，你童年学到的那套依附模式不会在你18岁的时候就自动关闭，它会跟着你进入每一段成人关系，然后在你的神经系统层面悄悄替你筛选对象。它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是这个人好不好，不是这个人适不适合我，而是这个人给我的感觉熟不熟悉。心理学家辛蒂·寒山 Cindy Hazan 与菲利普·谢佛 Philip Shaver 在1987年的研究发现，成人在亲密关系中展现的行为模式与婴儿时期的依附风格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你在感情里的反应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童年依附经验的延续。我们来看一个最常见也最让人困惑的组合：焦虑型遇上回避型。这2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奇特的相互吸引力。焦虑型眼中的回避型是什么样子呢？独立，不粘人，有点神秘，不会把情绪挂在脸上。焦虑型的大脑会将回避型的人解读成：这个人很特别，我好想靠近他，我要努力让他喜欢我。那回避型眼中的焦虑型呢？温暖、投入，很需要这段关系，不会轻易离开。回避型的大脑会将焦虑型的人解读成：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是被需要的，而且我掌握主动权。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是固定剧本。焦虑型越靠近，回避型越后退；回避型越后退，焦虑型越焦虑；焦虑型越焦虑，回避型越想逃。这个循环可以转很久。更吊诡的是另外一件事，安全型的人对焦虑型来说，往往感觉无聊。焦虑型眼中的安全型稳定、可预期，不会忽冷忽热。但焦虑型的神经系统已经习惯在不确定感里运作。稳定对他们来说不是安全感，反而是一种陌生感，一种好像哪里不太对的感觉。所以他们可能会把这种没有波动解读成没有爱情的感觉。你不是选错人，是你的神经系统太熟悉那种不安了。讲到这里，我想暂停一下，跟看过我们第1集的观众说一件事。第1集我们谈过荣格的阴影与投射，吸引你的人可能映照出你自己内心深处压抑的某个部分，那是人格层面的机制，是关于你是谁，你压抑了什么。今天我们往更早的地方走了，在你的人格还没有成型之前，在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有一套更底层的程式已经在决定你往后会被哪种人吸引。这2件事不互相矛盾，而且它们可能同时一起运作。荣格的阴影投射是人格层次的吸引力机制，
而依附风格是神经发展层次的吸引力机制，一个是在后天人格形成之后才运作，一个则是在人格形成之前便已经就定位。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2层滤镜叠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你眼中这个人很特别的感觉是怎么被触发的。所以当你问为什么我总是被这种人吸引，答案可能不只有一个层次。有一部分是你压抑的自己在呼唤，有一部分是你的神经系统在辨认熟悉感。这不是用来给自己找借口的，而是当你开始看见这个机制，你才有机会在它运作的时候，至少能有多1秒的清醒。好，现在我们来到今天最实用的部分，知道了依附风格是怎么来的，知道了它怎么在成人关系里运作，那我们能不能在它发生的当下早一步认出它来？我整理了3个可以观察的早期讯号，不需要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开始分析对方，而是观察你自己的反应。第一个讯号，强烈的吸引感来得非常快。第一次见面或者认识没多久，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很有缘，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就是他了。这种感觉本身不是问题，但当它来得很快很强烈，这就值得你多问自己的问题。我对这个人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是因为我真的了解他，还是因为他身上有某个特质触发了我神经系统里的熟悉感？这2件事感觉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但来源完全不同。第2个信号，跟这个人相处时，你的情绪波动幅度特别大。今天他回你讯息很快，你整个人都很好。明天他沉默了几个小时，你开始焦虑，开始猜，开始在脑子里把所有可能性都跑了一遍。这种云霄飞车的感觉很容易被误解为这就是爱情的感觉，因为它的确很强烈，很有存在感。但心理学家列文与赫勒 Levine and Heller 在《依附》这本书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健康的依附关系里，情绪是相对稳定的，而那种持续的起伏和不确定感更接近焦虑而不是爱。第3个讯号，你对这个人有某种说不清楚的无法自拔，不是因为他特别好，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合，就是有一种拉力，你解释不了，但它很强烈。这个说不清楚是最值得停下来的时刻，因为当一件事你说不清楚，通常不是因为它太复杂，而是因为它的根源处在你的意识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外。它可能正在呼叫一个你很早以前就学会的熟悉感。这3个讯号不是要你在心动的时候关掉感觉，或者开始用分析代替真实感受，而是给你一个参考工具。当你注意到自己的反应特别强烈，可以给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回应眼前这个人，还是在回应一个由来已久的熟悉感？这个问题不需要你马上答得出来，光是能问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不一样的开始。我们今天走了一段蛮深的路，从一见钟情走到婴儿时期的依附经验，走到成年后的吸引模式，走到3个可以观察自己的讯号。我想在最后说一件事，认识自己的依附风格，不是为了从此对感情保持距离，也不是要你每次心动都先做一份心理分析报告，它只是给你一个可能性，在下一次那个强烈的吸引感来临的时候，你可以有多1秒钟的空间，不是用那1秒去否定那个感觉，而是在那1秒里轻轻问自己一次，这是我真正想要的，还是我的神经系统正在认路回家？依附风格不是命运，
它是你在没有选择的年纪替自己做的最好安排，而现在你有选择的能力了。笨是那个熟悉感，不是为了逃开它，是为了下一次你可以有所选择。了解吸引力的来源之后，还有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很多人进入关系之后，会慢慢发现自己开始不像自己了，说话的方式变了，做决定的方式变了，连对自己的看法都悄悄跟着对方走。那是另一套机制在运作，我们后续再来探讨它。看完今天这集，你觉得自己比较接近哪一种依附风格？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喜欢过一个人，现在回头看，觉得那个吸引力背后有某种熟悉的味道？可以留言跟我说，我很想知道大家都观察到些什么。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桑木心理观察站，每周五晚上8点更新。不想错过的话，可以顺手开启小铃铛。如果这集内容让你有收获，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和粉丝热推支持一下桑木。你的每一个鼓励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对了，下周是端午节，我们不吃粽子，我们要做一件更有趣的事，用荣格心理学来解博屈原。一个2000年前的诗人和你我的内心困局有着令人细思极恐的相似。下周五晚上8点，端午节特辑，不见不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桑木心理观察站，我们下集见，拜拜。